嗨，皆さんこんにちは，社长带你看日本。大家好，我是社长刘洋。今天啊，社长要来拍一期特别的节目。没错，看到标题的朋友呢，肯定都知道了。今天社长就来开箱我的 YouTube 10万订阅奖牌。拍这一期视频的目的呢，是为了感谢这一年来大家的支持，同时呢，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社长得到这个奖牌的喜悦。最主要呢，当然是为了臭显摆一下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上奖牌。其实社长是上个月的3月22号达到了10万订阅，然后过了1个礼拜呢，就收到了 YouTube 发来的一个兑换码。拿到兑换码以后啊，就在 YouTube 的官网上输入了这个收货地址。又过了1个礼拜，这个奖牌呢就从美国寄到了日本，然后现在到了社长的手上。我给他开一下啊，社长现在要打开了哦，你准备好了没有？哇！有一个防护的东西，这应该是 CEO Susan，YouTube 的 CEO 给我写了一封英文信。他的第一句话是：“你记不记得你第1个订阅者？”好像还真的不记得。你记不记得你第100个订阅者？你记不记得你第1000个订阅者？再往下就比较有难度了。然后最后一句话是：“你记不记得你第10万个订阅者？”这大概是这样的一封信的内容。回头再仔细看哦。我们继续哦，这个是重点啊！我们把它从塑料袋里拿出来，哇，还是挺有品质的啊，是不是？这有一个 YouTube 的一个大 logo 的样式，下边写的“送给社长刘洋 CEO 六友，因为你得到了10万订阅 YouTube”， 哇，还真的很漂亮哎，很有质感的一个东西，社长还是非常喜欢的。拿到这个奖牌啊，社长还是很激动的。10万的订阅也算是一个小小的里程碑吧。社长刚刚回顾了一下啊，这1年来还真是拍了不少的视频，加起来大概差不多有100多期，也是挺感慨的。其中有非常多的不容易啊，可能只有做视频的 YouTuber 才能体会吧。所以呢，今天的这期视频不光是一个奖牌的开箱，也是想趁着这个机会跟大家说一说心里话，分享一下我做这个频道以来的心路历程。YouTube 10万订阅的奖牌代表着什么呢？ YouTube 目前在全球有着超过20亿的活跃用户，然后像社长这样做频道的 YouTuber 呢，大概是有5100万个，但是其中绝大多数的频道呢，只有不到1000个订阅者。那么订阅者数超过10万的频道有多少呢？全球来看，大概有31万个。这是什么概念呢？也就是说，当你的频道的订阅数达到10万这个体量的时候，你就是全世界前 0.6% 的 YouTuber 了。全世界的前 0.6% 啊，所以社长觉得在短短的1年时间就能拿到这个银奖牌，已经算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了。社长最初是怎么想到要做 YouTube 的呢？这个频道最初创立是在2020年的7月，当时做了一个栏目叫杨哥创业笔记，主要就是想分享一些社长在创业路上的心得体会。这个栏目呢也一直做到现在，不过当时啊可没有现在的这个制作这么精良，就是用着手机在我的办公室里随便拍一拍，剪辑啊也是我自己用手机剪辑的。当然呢，频道也没有专门的去运营，订阅数呢也是寥寥无几。真正开始下功夫认真做频道啊，是从去年的，也就是2021年的2月份。当时的动机是什么呢？可能有很多朋友知道啊，社长以前在微博上，然后呢，近些年来由于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，中国对自媒体的这个审查越来越严格，限制呢也越来越多。社长的微博啊也是被封了又解，解了又封，这对社长的这个业务的推广造成了不小的影响。所以啊，社长从2020年末呢就开始琢磨怎么把宣传的重心转移到海外来。那么毫无疑问啊 ，YouTube 呢就是最好的平台了。社长的频道有制作团队吗？这是当然的，社长毕竟是做生意的，做事情呢，首先就是要考虑投入产出比。既然要认真做 YouTube 频道，靠社长一个人单打独斗肯定是效率很低的。而且社长呢自己也有好几个公司要去管理，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也是有限的。所以呢，从2020年末，社长就开始招兵买马，广纳贤才，然后很快就组建了一个5、6个人的团队。有专门负责摄影剪辑的，有专门负责收集材料文案的，有专门负责平台运营的。所以频道发展到今天啊，团队的力量功不可没。当然啊，金钱的投入也是相当可观的。所以社长的10万订阅的成功，可能一般人复制不了。
频道里最主打的栏目是哪一个呢？记得当时团队组建起来后啊，社长就组织团队开了个会，确定了频道的发展方向，然后就定下了社长留洋这个栏目，这也是现在频道最主打的一个栏目。嗨，皆さんこんにちは，社长带你看日本。大家好，我是社长刘洋。社长刘洋这个栏目呢，就如同他的 slogan" 社长带你看日本"一样，想通过社长这么一个在日本生活了10多年的人的视角，给大家深度介绍日本的历史和文化。比如日本和牛啊、日本 whisky 啊、金听屋啊、樱花季啊、博青哥呀，对不对？夏日祭啊，这些啊，一说起日本，大家就会想到的这些文化符号、大的 IP。刚刚说的那些早期的节目啊，大部分都是在这个摄影棚里拍摄的。记得录制最开始几期的时候啊，社长真的是如坐针毡、如鲠在喉啊！明明准备的好好的，对着摄像机呢，就脑袋一片空白，什么都想不起来，特别尴尬啊！有时候短短的几句话，愣是要录上10几遍才过关。后来啊，过了几个月，拍了20-30期节目以后啊，慢慢变得纯熟了。就觉得在摄影棚里拍呢不过瘾，又想挑战一下外景的拍摄，于是就有了后面的大阪城、二条城、姬路城、金阁寺、唐招提寺这些节目。目前啊，基本上是把关西地区给拍了个遍了。外景的拍摄啊，还是相当辛苦的，有时候扛着这个机器一拍就是一整天，当然是摄影师扛着，累得人仰马翻。但最终出来的效果还是很满意的。那别的不敢说，至少在这些介绍日本文化的华语 YouTube 频道里啊，无论是从文案的深度还是拍摄的水平，我们的视频质量绝对是最高的。同时呢，作为一个在中日连续的创业者，一个企业的社长，我也很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些我欣赏的日本企业家的创业故事。比如说之前拍摄的这个松下幸之助和安藤百福，以后呢还会有小林一三啊、稻盛和夫啊、盛田昭夫啊等等等等，也是想通过一个商业的视角，带大家更全面的了解日本。频道还有哪些其他的栏目呢？除了社长刘洋之外啊，另一个很重要的栏目呢，就是我们的繁星商学院。这个栏目啊，主要是以上课的形式，给大家提供一系列的关于日本移民啊、日本投资啊、在日生活的全方位的资讯。用现在流行的说法，也叫做润日商学院。当初考虑做这个栏目呢，其实也是一个很水到渠成的过程，因为社长本身就是做日本移民和不动产的嘛，身边啊就有很多的朋友客户对移民啊、投资啊有着这样那样的疑问，然后啊，社长就跟团队商量说，要不要我们干脆就做一个栏目吧，去帮他们解答这些疑问。因为繁星商学院这个栏目啊，跟社长的主业相关，所以分享的呢都是满满的干货，很多啊甚至都是社长亲自踩过的坑。所以呢，如果有朋友想要移民来日本，或者说想要在日本投资不动产的话呢，强烈推荐看这个栏目，而且要一期不落的看。除此之外呢，社长还开了一个叫做“女神帮帮忙”的栏目，算是一个自创的生活类综艺。上一期就是请的苍井空老师跟我们一起房车露营，还是蛮有意思的，羡不羡慕？另外啊，还有一个叫做“京都之色”的栏目，主要是宣传公司的和服租赁业务。那现在呢，也分出去单开了一个频道，欢迎大家去订阅一下。社长拍摄中最有趣的经历是什么呢？最有趣的呀，应该是算 USG 那一期啊，就是大阪的环球影城。USG 有什么好玩的？不是小孩子才去的吗？哇塞，这么大的城堡！开了。其实说实话，在拍那期视频之前啊，社长还真的一次都没有去过 USG，总觉得那是给小孩子玩的。但是真正到了 USG 里边呢，当那种欢乐的氛围扑面而来的时候，真的会让你忘记所有的烦恼。反正我当时是在那个哈利波特那个玩魔杖的地方玩了1个多小时，我记得一个劲的在那边指挥。哈哈，来一下可爽。社长拍摄中最另类的经历是什么呢？最另类的应该是拍社长的母校京都大学那一期了。当时啊，我们去了号称全亚洲最破的学生宿舍吉田寮，还吃了学生们用土锅给我们做的菜。那一次可以说是切切实实的感受到了京都大学那种乱中有序、无为而治的自由思想。想想，如果说不是做了这期节目的话，真的很难有这样的体会。食べてもいいですか？哇，社长要尝一尝京大吉田寮的学生
给我做的这个东西，哇塞！拍摄中最感人的经历是什么呢？最感人的经历应该是在拍那个鉴真和尚的唐招提寺的那一期。大家都知道，鉴真大师是最早开启中日文化交流的人，为日本的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，也被称为是日本文化的大恩人。所以，当社长在鉴真大师的墓碑前录视频结尾的时候，拍摄的间隙呢，就走过来一对日本的老夫妇，他们非常真诚地对我们讲：“你们是中国人吗？非常的感谢你们。”社长当时真的是被深深打动了。文化的交流啊，本应如此，愿世界呢少一些敌意和仇恨。社长10万订阅后有感受到什么变化吗？有什么变化？感觉好像也没什么变化，但是确实走在大街上，有的时候会被认出来，啊，感觉好像真的有人认识我啊，这种感觉。不过呢，最重要的是啊，通过这些视频呢，让社长有了一些小小的知名度，也是间接的提升了社长的个人信用，对社长的生意啊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。目前啊，我们的客户基本上都是从 YouTube 上认识我们的，很多呢也是看了社长的节目才会喜欢上日本，决定移民日本的。社长今后有什么打算呢？今后的打算啊，怎么说呢？这个银奖牌呢是 YouTube 给我的第一个奖牌，但其实大概率也可能是最后一个奖牌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并不是社长对自己或者说对 YouTube 平台没有信心啊，恰恰是我太了解 YouTube 了。YouTube 这20亿用户里面，包含台湾、香港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这些华语地区，再加上海外的华人和大陆的翻墙用户，对吧？满打满算可能也就是1个亿的级别吧。像老高和小莫这样的老少皆宜的顶流频道，也就是300-400万的订阅数。所以说，华语频道的天花板其实并不高，除非你是做李子柒这样非语言的内容啊，能在全世界收获它大概有1000多万的订阅吧。否则啊，你只要一开口讲中文，天然的呢，你的这个受众就只有1个亿。何况社长做的还是介绍日本文化这样比较小众的内容，频道的受众啊就更少了。所以呢，社长认为啊，在不改变频道风格和内容的前提下，努力呢，过个2-3年达到50万的订阅，应该还是有可能的。但是想做到100万的订阅，然后拿到这个 YouTube 的金奖牌呢，确实是一个非常有难度的事情。所以接下来呢，社长可能不会太关注订阅数这个东西了，因为有时候啊，太关注的话呢，反而会忘了初心。因此啊，从现在起，社长要花更多的心思在视频的质量上，以饱满的这个热情和认真的态度呢，继续努力给大家带来更精良的视频。就像电影《3个傻瓜》里说的那样 ，Follow excellence and success will chase you。大家忍一忍我的这个日文发音的英语啊，追求优秀，成功就会追随你。说不定哪一天不小心就达到了100万订阅了呢。到时候啊，社长再给大家做开箱视频。视频的最后啊，社长还是要说，虽然这个奖牌呢是 YouTube 颁给我的，但是社长认为啊，这个奖牌除了属于我之外呢，也属于我的团队，也属于每一个观看我视频的订阅者。没有你们的支持啊，就不会有这个奖牌的诞生。再次感谢每一个订阅我频道的观众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评论。我是社长刘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